你的待办事项清单看起来更像是一对被一起的梦想集合吗？你是否感受到每一个未知性的计划，每一个只存在于你脑海架构中的项目的重量？你确切地知道需要做什么，一步一步，但一股无形的力量，一阵浓密的忧郁之物，让你日复一日地困在原地。这是一种微妙的瘫痪，感觉自己像一个设计了宏伟蓝图，却从未能为开始建造。而起下一块砖的天才建筑师，你发现自己被潜力、信息、对目的地的清晰认识所包围，但你的双脚似乎被钉在当下的地板上，无法迈出第一步。这是惯性的无声之痛，一条随着每个被推迟的计划而变得更强的锁链。你不是唯一一个在这座监狱里的人，这是现代心智的状况，被无限的可能性轰炸，并被完美的重担所压垮。你消费自我提升的内容，听激励性的演讲，在短暂的片刻，你感到一阵灵感的涌动，一种这次会不同的确定感。但情感的浪潮来得快去得也快，把你留在同一个无所作为的海滩上，只剩下湿漉漉的内疚沙子。你的心只成了一个战场，意图与知行在那里打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你是自己生活的旁观者，看着你的抱负变成北京噪音，而反应是无目的的常规住在了你的一天。但今天这场内部战争将以你拖延一面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终。我们带来的解决方案不再是另一级短暂的激励，它会在困难的第一个迹象出现时正法。解决方案是对你心智操作系统的彻底重构。我们将把钥匙交给你，不是一个老放的钥匙，而是鉴于工程本身的钥匙，向你展示如何从内到外拆除它。我们将在你的头脑中安装摧毁惯性的5条纪律。这不是一个心理技巧，这是一个命令协议，一种旨在将意图转化为行动的心智技术，其自然和必然性如同重力。准备好成为执行者。我们将用于这次中构的工具并不新，事实上，它是迄今为止创造的最强大、经过实战考验的心智技术之一，4多个主义。但忘掉那些说着希腊语的老知者的形象，把它想象成那些没有拖延选项的皇帝、将军和领袖的操作系统。你今天将学到的4多个主义是纯粹的行动工程学，前提很简单。执行的障碍不是缺乏欲望或没有计划，障碍是噪音，是你允许在决策时刻和你身体的第一个动作之间，在你头脑中发生的无休止的辩论。这种哲学不是叫你更有意愿，它叫你无论你的感受如何都要行动。伟大的战略性中宿在于此，你需要停止将行动视为需要完美情绪状态的英雄行为。行动不是山峰，而是走出门口的第一步。重复1000次。我们的目标不是把你变成一个感觉像行动的人，而是把你变成一个建立了一个系统的人。在这个系统中，行动是意图的逻辑和必然结果。无论有没有动力，你感受到的惯性不是性格缺陷，不是懒惰或缺乏记录，它是你心智软件中的一个错误，是代码中的一个缺陷。它允许思考、坚持做的能量。今天我们将用就修复这个错误。罗马的皇帝哲学家马克·奥勒留每天起床统治一个帝国，不是因为他感到有灵感，而是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明白，行动是我们对我们最好版本的自己所负有的义务。现在是你登上智慧岗位的时候了。改变是与一个单一的决定行为，一个承诺。因此，在我们继续之前，做出你的第一个动作。点赞这个视频，以封印你对这门新纪录的承诺。订阅频道，以确保你受到所有未来的指令，并且作为你第一个公开的意图生命，在下方评论你从那个城市开始这段路程。这是你新鲜事的第一块砖。现在我们进入智慧重新。你来这里是为了接受你的协议。这5条记录将把你的心智从一个辩论场转变为一个知行中心。仔细听，因为每一条都是围绕你的意志锻造的一层钢。不要分析，只管吸收。第1条命令正在发布。
第一条记录是最根本的，是你所有执行能力将建立起上的基础。它就是最小行动之令。你的第一人关心以你计划的宏伟为事。写一本书的想法是令人瘫痪的。创建一个企业的任务是一个连最勇敢的人都会害怕的怪物。因此，你的第一条指令是摧毁这种宏伟。你将把行动的进入门槛降低，直到它变得如此荒谬低效，以至于不去做它反而更难。你的任务不是写一本书，而是写一个句子。你的目标不是跑一场马拉松，而是穿上跑鞋站起来。这个指令是一种逆向工程拖延症的方法。你头脑中那个背叛者的声音，那个低声说出借口并播下怀疑种子的声音，在复杂性中茁壮成长。它无法对抗一个微不足道的任务。通过将行动简化为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姿态，你使它在你自身抵抗的雷达上变得不可见。你不是在试图欺骗自己，你是在对一个更古老、更本能的内在力量是拥有技战者。这里的目标不是立即的进展，而是启动运动的简单行为。在物理学中，精致的物体倾向于保持精致。你的工作室是加打破这种初始惯性所需的最小力量。但这为什么这么难？因为我们的自我被伟大飞跃的幻想所点燃。我们想成为那个一肩定杆困的英雄。最小行动听起来像是对我们报复的侮辱。内在的背叛者用一种有人的逻辑争辩，这太少了，不会有任何区别。最好等到你有4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来真正取得重大进展。这是你的心智告诉你的最大谎言。他出手完美时刻的海市蜃楼，让你被锁在无处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你永远不会失败，因为你从未开始。因此，内在的冲突是一场战斗，在你幻想拥有的身份伟大的成就者和你需要成为的身份始终如一的执行者之间。社会美化最终结果，书架上的书，成功的公司，健美的身体。没有人会拍一部关于作家面对空白页面痛苦地写下3个字的电影。我们爱上了目的地，却鄙视旅程。但正是在旅程中，在一次骑一块砖的行为中，现实才被构建。拒绝最小行动就是拒绝通往任何伟大成就的唯一路径。想象一下，你的宏伟目标是烟扩展场另一边的一座堡垒。这个战场被浓雾覆盖，那是怀疑、恐惧和信息裹载的雾。你知道堡垒在哪里，但你看不见它。一次性穿越整个战场的想法是可怕的。你头脑中的背叛者说：“太危险了，你没准备好，舞台弄了。”于是你待在你的战壕里，只计划着那场永不发生的攻击。惯性有一次获胜了，利用对整体的恐惧来组织任何部分的开始。最小行动之灵是你的新策略。你从你的内在指挥官，你的理性那里受到一个单一的命令，前进一步。你不需要看到堡垒，你不需要拥有整个战场的地图，你只需要看着你正前方的地面，迈出唯一一个深思熟虑的步伐。打开笔记本电脑，输入文档标题，拿起一个哑铃。这些最小的行动中的每一个都是监视的一步。每一步，你周围的雾都会消散1厘米，为下一步解释空间。背叛者无法对单一的步伐提出异议。这个微小的运动行为，这个微观的成就具有强大的生化效应。它是放逸消极多巴胺，这是奖励和动力的神经递质。它向你的大脑发送一个信号：行动是可能的，控制权在我。这个小小的生理，无论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都证明了背叛者的叙述是错误的。无不是一堵监视的墙，它只是蒸汽，而呢，用你的行动是开始去散它的风。信心不是行动的前提，它是行动的结果，无论多么微小。道路不是通过规划线的，而是通过行走。应用者们记录所获得的真正力量是动量的力量。动力是一种不稳定的情绪，一个不请自来的访客，而动量则是一条物理定律，它是随着持续运动而累积的力量。通过以最小的行动开始，
你不是在追求一个小结果，你是在可以启动一连串的反应。第一步是第二步更容易，第二步是第三步几乎自动化，很快。你不在于惯性做斗争，你被一股你自己创造的力量所系带。通过时间这个制领，你对你的身份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你不再是空中楼阁的建筑师，而成为七真传的石匠。你的价值感和自豪感不再来自于你意图的宏伟，而是来自于你行动的意志性。你开始认同过程，而不是承诺。你在做的行为中，在工作的节奏中，在日常运动的沉默记录中找到满足感。你变得像水一样，一滴一滴，日复一日，切开最坚硬的岩石，不是靠力量，而是靠不懈的坚持。因此，记住你的第一个协议：面对任何让你感到畏惧的人物，你唯一的使命就是分解它，把它简化成一个看起来荒谬的小部分。继续分解它，直到你找到第一个身体姿态，第一个你可以在接下来的5秒钟内执行的原子行动。这就是你的命令，执行它，没有辩论，没有情绪，只有像是兵履行指责一样的精确。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是始于勇气或灵感。第二条记录旨在平息破壁你执行里的心理辩论，它被称为决策意识。你的心智本应是一个智慧中心，却变成了一个嘈杂的议会，每一条命令都被质疑、辩论和谈判致死。问题在于你试图同时做2件事，计划和执行。这个协议要求在这2个阶段之间进行彻底和无情的划分。有思考的时间，有行动的时间，两者绝不影响于。一旦在计划阶段做出决定，它就是最终的。在你的执行窗口期间，思考是被禁止的，分析是你的敌人，怀疑是背叛行为。当行动的时刻到来时，你不再是战略家，你是一个工具，你是你自己计划手中的锤子。你唯一的功能是遵循你自己在清晰的时刻，在计划阶段给自己下的命令，不再有谈判。我现在应该做这个吗？也许从另一个人物开始更好。我感觉不太好。所有这些声音都属于背叛者，他们必须被如此对待，被忽略。我们抗拒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中心谈判给了我们一种虚假的控制感和一条舒适的退路。让辩论持续下去，是我们能够推迟不挂的时刻，推迟需要实际行动，并且失败成为可能性的时刻。停留在思想领域更安全，那里一切都是完美和无痛的。内在的背叛者喜欢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因为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他才至高无上。他让你相信你是在有策略和灵活，而实际上你只是在怯懦，避免与现实接触。持续决策的疲劳耗尽了你的精力。这场冲突是战略家自我在与执行者自我之间的斗争。战略家自我是你理性和长远的一面，它应该在一个平静的环境中运作，也许是前一天或者每周一次。在那里，他以完全清晰的方式定义人物。例如，明天从上午9点到10点，我将处理 X 报告，并且只处理 X 报告。这个命令是写下来的，是清晰的，是不可谈判的。执行者自我另一方面是一个士兵，他没有权限质疑人物。当时众指向9点时，他唯一的功能是打开文档并开始工作。他对任务的看法是无关紧要的，像一个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计划阶段是在几天前完成的，检查结果已经被分析，手术策略已经确定，每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当外科医生手持手术刀进入手术室时，再也没有辩论的余地。他不会在手术中途停下来问自己，这是最好的方法吗？也许我应该选择另一种技术。这样的犹豫将是在男性的。在那一刻，他是预先批准计划的纯粹执行。他信任他的战略家自我在的工作，并成为完成任务的最高效工具。你必须依与守住同等的严肃性来对待你的执行窗口。在你的日历上设定一个时间块，为这个时间块分配一个单一的人物。当那一刻到来时，
你进入你的受注室，这意味着手机在另一个房间里处于飞行模式，浏览其中不必要的标签也已经关闭，通知被禁用。你对外部世界变得充而不闻，更重要的是对内部辩论充而不闻。你是外科医生，人物是你的病人，唯一重要的是下一个精确而专注的动作。应用这个意识会创造一种近乎自动的心流状态，通过消除决定做什么以及是否应该做的认知负荷，你释放了大量的精神能量。所有这些曾经耗费在谈判和自我破壁上的能量，现在都可以被导向一件事情：任务本身。你的工作质量急剧提高，你进入一种深度专注的状态，时间似乎消失了。你不再与自己斗争，你和行动合二为一，以同一的目标前进。你从决策意识中获得的力量是无情的清晰，你消除了是大多数人瘫痪的模棱两可的迷雾。你的生活变成了一系列清晰的指令和干净的执行。焦虑减少了，因为焦虑在不确定和无所作为中滋生。你对自己建立了不可动摇的信心，因为你学到，当你决定某件事时，就好像它已经完成了。你对自己说的话成了法律。你成为一种自然的力量，以一种不浪费时间质疑自己方向的必然性移动。你成为自己时间和心智的主人。其他人生活在持续反应的状态中，他们的精力被1000个气象和分心所分散，而呢，则以将军的精确度运作。你的日子不是一系列的意外，它们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每个时间块都有一个任务，每个任务都以全神贯注的方式执行。你不再是风中的一片鞋子，被每个新的统治或冲动带走，而是成为风本身，有意识和有目的的引导你的力量。现在就采纳这个协议，拿出你的日程表，设定你的第一个执行窗口，为那个时间块选择一个单一、具体且不可谈判的任务，也许只有25分钟。当时间到来时，以你尊敬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的承诺同等的严肃，心来履行这份合同。在那段时间里，辩论已死，思考被禁止，唯一存在的就是执行。做一次，感受清晰的力量，每天都做，变得不可阻挡。第3条记录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你正在打一场不公平的战斗。你周围的世界被设计来摧毁你的注意力，这就是专注的架构。意志力是一种有限且不可靠的资源，试图通过纯粹的决心来抑制分心，就像试图用双手组织一条河流。斯多哥的解决方案不是拥有更多的意志力，而是创造一个让意志力尽可能不被需要的环境。你将停止与你的环境做斗争，并开始重新设计它，使期望的行动成为阻力最小的路径。你的任务是让拖延变得不方便，让专注变得不可避免。看看你的工作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力的驾驶舱，还是一个让你分心心智的游乐园？你的手机，有史以来发明的最强大的专注力摧毁武器，是否在你红手科技的地方？电视是否在北京中开着？每一个与你当前人物无关的物体，都是你视野中的地方士兵，是为你头脑中的背叛者打开的一扇门，将你从人物中拉出来。专注的架构要求你成为自己环境的无情策展人。这里的内部冲突是我们对舒适的需求与记录要求之间的冲突。我们喜欢把我们的分心物放在身边，它们就像一条安全毯，一条当工作变得困难或无聊时的建议逃生路线。从物理上消除这些逃生选项似乎是极端的，几乎是惩罚性的。背叛者地狱到你需要休息一下，查看5分钟社交媒体有什么错？你有自制力，可以随时停止。但这是一种幻觉。现代性的默认环境是一个画像分心的实话胁迫。仅仅依靠你的意志力，就是选择打一场最艰难的战斗。你正在与数十亿美元的算法进行一场战争。这些算法的唯一目的就是劫持你的注意力。这是一场你在防守上无法获胜的战斗。你必须在战略上获胜，甚至在战斗开始之前。
这意味着创造规则和系统来保护你自己。如果你需要写作，使用一个全屏写作应用程序，它会阻止其他一切。如果你的手机是问题所在，把它放在另一个房间，关机，或者放在一个带时间锁的盒子里。问题不在于你是否足够坚强来抵御诱惑，问题在于你是否足够聪明，以至于不必面对它。想象希腊英雄尤利西斯，他想听到海妖迷人的歌声，但又不想去赋予它，而是他的传世时，他没有相信自己的意志力，他知道他会失败。相反，他使用了专注的架构，他命令他的水兽用扎堵着自己的耳朵，这样他们就听不到歌声。对于他自己，他下了一个明确的命令，把它绑在船的桅杆上，并禁止他们解开它，不管他如何祈求。他创造了一个是失败不可能的系统。他把限制作为一种自由的形式。你必须成为你自己生活中的尤利西斯，找出那些让你偏驰航向的海妖、社交媒体、新闻、随机视频，然后创造你自己的桅杆和闸，在你的浏览器上安装网站拦截器，并为你的工作事件设置它们。创造一个造成例行程序，在一天中的第1个小时不看手机。设计你的环境，让你良好习惯的轰发器可见，而你批习惯的轰发器不可见。如果你想多读书，在你的枕头上放一本书；如果你想少吃天使，把它们从你家里拿走。通过这样做，你改变了权力的动态。你不再是你环境的受害者，而是成为它的建筑师。你所做的每一个修改，无论多么微小，都是一个生命，即你的专注是神圣的，不出手。你正在围绕你的心智建造一座堡垒，一个可以让深刻而有意义的工作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蓬勃发展的圣殿。这产生的内心平静是巨大的，与分心的持续斗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流畅的参与和生产力。你获得的力量是对21世纪最宝贵资产的控制，你的注意力。当世界其他地方生活在认知碎片化的状态中，从一个分心跳到另一个分心时，你培养了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的能力。这是产生非凡成果的超能力，这是区分业余爱好者和专业认识、消费者和创造者的技能。在一个嘈杂的世界里，培养专注的沉默的能力是你可能拥有的最大竞争优势。你不再是你环境气象的产物，而成为有意现实的生产者。你的物理空间开始反映你心理空间的清晰，外部的秩序产生内部的秩序。你意识到自由不是拥有无限的选择，而是有记录的选择那些真正重要的选项，并消除其他一切。你在创造一个支持你而不是破劈你的周围世界中找到深深的满足感。你成为你领域的主人。现在开始，环顾四周，你环境中什么是最明显的分心？那个海妖最吸引你走向拖延的教室，识别它。现在就在此刻，你能做什么来让接触它变得更困难？站起来移动它，写在那个应用程序，屏蔽那个网站，在你的环境中做一个物理的、真实的改变。这是你作为建筑师的第1个行动，建造你堡垒的墙壁，保护你的专注，它是你所有力量的圆圈。第4条纪律是一种视角的颠倒，它被称为惯性的代价，是斯多葛技术 premeditatio malorum 对恶的语象的应用，不是针对行动的失败，而是针对无所作为的毁灭性代价。我们天生害怕如果我们行动了可能会出错的事情，我们害怕拒绝、评判、失败，但我们很少停下来思考无所作为的确定和保证的代价。这条记录迫使你直视那个深渊，感受你拖延的真实重量，并利用这种痛苦作为存在的最强有力的燃料。你的任务是以一种残酷和无滤镜的清晰度，想想如果你完全保持现状，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不是你希望成为的样子，而是你当前习惯的必然结果。那一张纸，写下标题：5年后。现在，
详细描述如果你什么都不改变，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你继续保持同样的饮食和缺乏锻炼，你的健康会怎样？如果你继续逃避那个重要的项目，你的事业会怎样？如果你继续推迟那些困难的对话，你的人际关系会怎样？在有一个对自己失言的1825天之后，你的自尊会怎样？冲突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联系极其不舒服。这是与我们自己潜在的平庸的直接对抗。你头脑中的背叛者会尽一切努力阻止你这样做。他会说，这太负面了，你应该积极思考。他会试图用模糊的希望和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来分散你的注意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地狱道，你明天会改变的。但4多个主义者知道希望不是一种策略。清晰，即使是痛苦的才是。这里的目的不是惩罚自己，而是唤醒一种被自慢所摧毁的紧迫感。痛苦是改变的强大催化剂。我们人类更倾向于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快乐。然而，惯性的痛苦是微妙的，一种缓慢的腐蚀，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察觉不到。它就像顺势了发剂量的毒药，你感觉不到它的毁灭性影响，直到为时已晚。这条记录将所有未来的都要浓缩成以及强效的剂量，并直接注入你当下的意识中。你强迫自己今天就感受到你5年后才会感受到的痛苦，那时候果将是不可逆转的。想象2条路在你面前展开，第一条是行动之旅，它陡峭多事且不确定，你有可能扳倒、受伤，甚至可能无法到达顶峰，这是不挖之旅。第2条是惯性之旅，它平坦普其切树管，它不费摧毁之力。然而，你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条树挂的道路在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缓坡上。在这条路的尽头没有目的的，而是一个悬崖，一个充满灰痕、未实现千里和半生不活的深渊。与相关性后果的联系，就像是派一架无人机到那条舒适马道路的尽头，并将高清图像传回给你。你看到你变成的那个人更软弱，精神更贫乏，充满了如果会怎样。你听到错失机会的回声，你感受到悔恨的重量，它比记录或失败的重量要重得多。当面对这个景象时，行动之路的不挂开始显得不那么可怕了。事实上，它变得有吸引力，它成为唯一可接受的路径。伟大的4多个哲学家塞涅卡不断提醒我们生命的短暂。他说，不是我们的时间太少，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你虚度的每一天不仅是失去的一天，它是你从自己哪里投来的一天，是你从你未来的基础上已出的一块砖。通过生动的想象代借，你不再将拖延视为一种被动和无害的行为。你看到了它的真面目，一种自我破坏的行为，一种对你自己报复的还蛮暴力。你从这条记录中获得的力量是一种存在的紧迫感。你不再像拥有无限时间一样生活，你意识到每一刻都是一个选择，是选择建造你想要的未来，还是接受惯性正在为你建造的未来。这种景象的痛苦不会让你瘫痪，它解放了你，它将你从舒适了和自满的保证中解放出来，它成为你的内在引擎，一个不依赖于灵感或情绪的能量来源。你行动不是因为你感觉良好，而是因为替代方案已变得无法忍受。你与恐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你不再害怕行动的失败，而开始害怕无所作为的成功。如果你尝试并失败了，别人会怎么想？与你未来的自己恳求你早点开始的震耳欲聋的尖叫相比，这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噪音。对外部评判的恐惧被对临终是自己内部评判的恐惧所取代。这是最终的视角，唯一真正重要的视角。你被一个更大的目标所激励，不被判赋予你的潜力的义务。不要逃避这种不挂，拥抱它，利用它，让你因无所作为而失败的镜像困扰呢？让它早上唤醒呢？让它推动你多做一次重复，多写一段话，多打一个电话，将这种痛苦转化为你最伟大的盟友。你头脑中的背叛者希望你麻木的生活，你的内在智慧馆知道，优势拯救病人的唯一方法
是给予以及库药，喝下这剂药，感受它的效果，然后站起来行动，被别无选择的清晰所驱动。第5条也是最后一条记录是所有其他记录的综合，它是你作为执行者新身份的日常和实际应用，它被称为一次契约，复杂形式执行的敌人。当我们醒来时，我们的头脑被几十个人物担忧和可能性所淹没。这种过载式惯性的沃土，这个协议消除了噪音。每晚睡觉前，你的任务是定义一个代表第2天关键和不可谈判行动的词。这个词是你与自己的契约。这个词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成功或幸福着，它是一个行动动词。如果你需要推进一份报告，这个词可能是写 SQL。如果你需要开始一个健康方案，这个词可能是跑。如果你需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词可能是贪。这个词必须非常具体，以至于当你醒来时，对于你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没有丝毫的含糊。一天的其余部分可能很混乱，但如果你履行了你的一次契约，这一天就是一场胜利。你保证了最本质的东西。这条纪律对抗的内部冲突是我们是自己负担国中的倾向。我们创建有20个项目的代办是相清单，相信我们是超人。然后在一天结束时，当我们只完成了3个事，我们感到失败，这加强了第2天的惯性循环。背叛者喜欢这些长长的清单，因为他知道他们是失望的处方。一次契约是一种战略现实主义的行为，它迫使你承认你不能做所有的事情，但你无疑可以做一件重要的事情。通过专注于一个词，你给了你的大脑一个清晰的命令，就像一个将军在混乱的战斗中给他的部队一个单一的目标：占领那座山。命令的清晰消除了忧郁和分析瘫痪。当你醒来时，你的头脑不再需要在各种可能性中徘徊，它有一个目标。理想情况下，你一天的第1个小时应该致力于履行这个词。在查看电子邮件之前，在沉迷于社交媒体之前，你履行你的契约。这在一天开始时就创造了一场胜利，为接下来的一切定下了基调。想象一个雕塑家面对一块粗糙的大理石，他不会试图一次创造出整个雕像。每一天，他都专注于一个单一的任务，也许是大模作剑，或者开始勾勒手部轮廓。他知道最终的杰作只是数百天对一小部分单一专注的综合。你每日的一次是你的凿子和锤子指向你大理石块的特定区域，这是你致力于雕刻自己生活的承诺，一次一个专注的打击。这个日常意识建立了一种最重要的品格特质——个人称心。每次你履行你的一次契约时，你都在向你的潜意识发送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我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你正在通过证据以最基本的方式建立自信。自信不是你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你用行动建立起来的东西。在数周数月履行你的日常契约之后，你对自己执行能力的信念将变得不可动摇。埃皮克提图，一个成为最有影响力的40多个哲学家之一的努力，教导我们应该只专注于我们能控制的事情。你无法控制你行动的结果，你无法控制别人会如何反应，但你可以绝对肯定地控制你是否会履行你的一次契约。这是你的力量权。通过专注于它，你从对不可控事物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并将你的内心平静锚定在你自身记录的确定性上。你从这条记录中获得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意志性。人们高估了他们一天能做的事情，而极大地低估了他们通过日常小行动1年能做的事情。一天一个词可能看起来不多，但1年下来就是365个关键行动的完成，就是365场胜利。书就是这样写成的，企业就是这样建立的，身体就是这样改变的，生活就是这样改变的。不是通过英雄般的努力爆发，而是通过日常进步的无情积累，你成为简约和专注的大师。在一个将你推向复杂和分心的世界里，你在做得更少但更好中找到力量。
你学会了识别本质，忽略琐碎。你的生活获得了一种目的感和方向感，有一个日常意识所锚定，确保你总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无论步伐多么小。你不再用你做了多少事情来衡量你的日子，而是开始用你承诺做的那一件事情的重要性来衡量它们。这是你的最终指令。今晚睡觉前做2分钟，看看你的目标。明天你能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是什么？把它提炼成一个词，把它写在一张纸上，放在你的床边。当你醒来时，这个词是你一天的宪法，它是你唯一的使命。履行契约，信守诺言，这是沉默执行者的道路，这是少说多做的道路，这是你的道路。你已经到达了这个协议的重点，但这只是你新鲜事的开始。我们今天所走的旅程，将你从瘫痪的分析者的状态，一个自己生活的旁观者，迷失在忧郁的迷雾中，带到了一个新身份的门槛——沉默的执行者。你收到的无条记录不仅仅是知识，它们是带安装的指令，是你新行动工程的齿轮。你现在拥有了从内到外拆出拖延和惯性的代码，开始看这个视频的人生活在意图的世界里。你现在这个人就在这一刻生活在行动的世界里，唯一剩下要做的就是迈出第一步。改变不是从明天开始，它不是在1小时后开始，它从你做的下一个决定开始。因此，你作为执行者的第一个任务是做出一个公开的承诺，是将你的意图转化为一个数字行为，一个与你自己和这个社区的契约。在评论中写下将封印你新身份的生命。行动定义我。每一个评论都是我们执行者堡垒基础的一块砖。如果这条信息与你产生共鸣，如果你感觉到你内部变成的改变，留下你的赞，作为指令已收到的信号，并分享这个视频，成为将这条信息带给另一个仍在迷雾中迷失的人的向导。最后，我想感谢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那些不满足于开始，而是寻求完全掌握协议的人。如果你是其中之一，请评论契约已履行，让我们知道谁是这个军团的真正成员。这显示了你的记录，并将我们作为一个致力于自我掌握的个人社区团结在一起。订阅频道并记或通知，以免错过我们未来的任何任务。技术世界已经有足够多的梦想家了，他需要的是执行者。现在关闭这个视频，然后去做。